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学生见过帝师。帝师，暴君已经请住。起来吧。住手！住手！你就是发动四国战争、坑杀10万平民的百越国暴君。禁卫，你们夏国折损数万禁卫，联合四方战神才将我抓住，派了个小白脸看管我，你是在羞辱本君吗？敢对帝师无礼，招！他既然已经到了这儿，自然会老老实实。都退下吧。是。暴君是吧？你自己找个位置坐下。准备上课。哼，上课？小白脸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那就让老子替你坐下来瞧瞧。不好，是血雨狂刀！明示上线！上好的万年子，可惜了，破坏课堂秩序，损坏教室公务。说吧，你想怎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可是半神之将，到底什么人？欢迎来到成人再教育班，我是这里的班主任叶知秋。哦，对了，外界好像称这里为极寒北域。极寒北域？莫非你就是3年前以一人击退10国联军的北域之主叶知秋？这东西捡了即逝，还不跪下？你就是掌握全球70%财富的紫金帝国国主陈万贯。万人头钟莫令，钟国主，铁血大帝天惊天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东北观念在此尽地势受教，这是一辈子的尊荣。装个屁！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。损坏公务，冲撞帝师，你有9个脑袋都不够砍了。帝师，我知道错了，帝师，你饶了我，帝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，帝师。算了，念在你是初犯，下不为例。休书？李秘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义。你们苏总要跟我离婚？叶知秋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只会教书的窝囊废，教你很奇怪吗？我们苏总说了，看在你这些年勤勤恳恳、洗衣做饭的份上，只要你把这个字儿签了，这2箱金条全都是对你的补偿。2箱金条，出手可真是过。毕竟夫妻一场，我们苏总宅心仁厚，不想让你日后呀饿死在街头上。好一个宅心仁厚！要想跟我离婚可以，叫你们苏总亲自来跟我。叶知秋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只会教书的窝囊废，离婚这种小事儿也配让我们苏总亲自前来？赶紧把字给我签了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放肆！敢对老师无礼，找死！一个成人再教育班的底层垃圾，也敢跟我搭伙？你知不知道我什么身份？就你配在老子面前提身份？死老改犯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打我们苏氏集团的人，还敢口出狂言，找死！叶知秋，你竟敢纵容这个劳改犯下！这笔账我记下。苏总，事情我办砸了，离婚的事儿他要当面跟您谈，否则就拒绝签字。那就让他来吧，正好借今日苏氏登顶商界之间的盛会，让他彻底认清我与他之间的身份差距是怎样逐条鸿沟，不可逾越。我们苏总要见
你们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待着，我回去处理点家事儿。好的，老师。区区一旦王之罪的家族竟敢如此羞辱帝室，简直不知此后。如今我等是戴罪之身，暂不可离开此处。虽有心，但无力呀。哎，你们别忘了啊，再有3天，我们可就结业了。到时候给帝师找上几个绝世美女，不就行了吗？对呀，差点忘了这事。我这就下令，让人在全国开始选秀。全国选秀多麻烦，我把我的独生女儿献给帝师不就行了？嘿，我没有女儿，这怎么办？你们南省自古没女无缘，你找人在民间物色一个，再册封为公主不就行了？哈哈哈！新魏统领，还是你聪明啊！魏忠，马上赶来南部替我办件事。你们这几个老匹夫敢拿帝师的主意啊！哈哈哈哈！闺女，您的订婚到了，速来下国海城，准备参加帝师的誓师宴。什么？诸位，今日乃我苏氏集团彻底蜕变之日，我将借此宣布2件大事。苏总，这海城谁不知道？南省座山虎任承孙曾爷已收您为干女儿，今晚亲自来给您测验。这苏家岂止是蜕变，可是一飞冲天呀！曾爷的名号放眼整个海城都是撼天的存在，只要曾爷愿意，别说区区海城，就是放眼整个夏国，都有苏氏集团的一席之地。所以这就是你要和我离婚的理由，对吗？苏总，无妨。想要离婚的理由是吗？你回头看看在场的每一位宾客，听一听他们的心声，你觉得我羞辱不应该？这位该不会是苏总的废物老公吧？这是不甘心被苏总救活，跑过来死缠烂打了。听说这小子是在监狱里给一群劳改犯当上课老师，薪资微薄，自己都养不起了。苏总宅心仁厚，养了他整整5年啊！真是白眼狼！苏家白吃白喝供他5年，他竟然今天在苏家的册封典礼上来搞事儿。所以你也觉得我地位低下，配不上你，对吗？以我之间身份之差，犹如鸿沟不可逾越。在你抬头仰望着我，问我为什么的时候，答案不是已经告诉你？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我即将接受南省座山虎任承森的册封，成为整个南省唯一的女城主，坐在最高的位置上俯瞰整个海城，而你依旧是那个落魄的教书先生。就像现在，你觉得咱俩般配？是不般配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你我之间的差距，李秘书对你的休书就签了。你早听了我的话，签了不就得？非得来这儿自取其辱呀！我能背。混账！你敢打我？满嘴喷粪，你不该。你住手！叶知秋，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像什么？像个什么？像个撒泼打滚的泼妇。我像泼妇？叶知秋，不要再浪费时间，咱俩的结局早已注定，再无任何挽回的可能。你现在把休书签了，答应给你的2箱黄金，我一刻都不会少。苏总真是不下心肠，连离婚都给这么高的补偿，这废物在监狱教课一辈子，估计都挣不了这么多吧？这家伙估计是上辈子祖坟上冒青烟了，看上苏城主这么好的老婆。苏总，你对这人未免也太客气了。依我看，不如直接让安保强行按着这小子把休书签了，免得他浪费苏总你宝贵的册封时间。你自己签，还是我们按给你签？签我肯定会签，不过这休书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名字不对。名字不对。不应该写休书，应该写休妻。休妻？叶知秋，你敢休我？有何不敢？你要干什么？写休书。今日我叶知秋通告全城、全南省、全夏国，即日起，苏如月与我叶知秋再无半点瓜葛，任其改婚，允其再嫁，恐后无凭，特立此休书为证，永无争执。
叶知秋，你敢在我的册封宴上羞我？休书已写，苏总请签字吧。疯了，这小子简直疯了！这是森爷要来的册封宴，在此提笔，简直侮辱国礼，侮辱森爷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敢在森爷的城主册封宴上乱写乱画，待森爷前来，将其碎尸万段都不为过。南省坐山虎，森爷到。海城传递世家，公爷森爷。宝贝女儿，干爹，今天这身装扮贵气十足啊！得知干爹亲自前来给我册封，女儿我当然要盛装出席了。干爹，请上座。好，好，好。这是谁干的？我。干爹息怒，他就是叶知秋。你就是我宝贝女儿的那个一事无成的废物。啊！不是啊，这册封大喜之日，你把这个废物拿来干？我本想与他解除婚约，这废物死活不肯，还跑来现场闹事，竟敢在我任承森亲制的册封宴上乱写乱画！来人，给我把这小子拖出去，剁碎了喂狗！孙爷，请你不责啊！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要把我剁碎了喂狗。南省坐山虎，你好大的官威呀！干爹，今天是我册封大喜日子，闹出人命恐怕不太合适。况且他只是一个爱说大话的废物罢了，要不教训对，这就去算了。放下，小子，今天是我宝贝女儿册封的大喜之日，不宜见血。你跪下，给老子磕3个响头，倒可以饶你不死。听到没有？还不快给森爷磕头认错！区区南省坐山猫，也配让我给他下跪？他受得起？蠢货！我们苏总好心替你求情，饶你狗命，你还敢大言不惭？顶撞森爷，你还真是自己找死！谢知秋，我已经尽力在保你了，是你实在太蠢。让我给他下跪磕头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保我？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听信爷爷的话，与你这样的废物有婚约。谢知秋，你记住，如果哪一天你死了，也是被你自己蠢死的。哦，愣着干什么？把小子拖出去，剁碎了喂狗！倒要让他看一看任承森受不起，受不起，不端！我也送你一句话：你有什么言尽管说。古木寸光，不识真龙。这怎么可能？谁家废物女婿这么能打？能打有个屁用！在我们南省坐山虎森爷的权势面前，碾死他只需要一句话。没想到你这个废物老公还有两下啊！干爹，我之前也没见过他出手，你不知道会这样。无法莽夫之勇罢了，在真正的权势面前，他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。干爹所言极是。南省坐山猫任承森，你的意思是你很有权势了？谢知秋，你疯了！废物，你没资格坐那个位置，还不赶紧滚下来！小子，一再挑衅，知不知道得罪我任承森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啊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得罪我会是什么样的代价。得罪你，我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叶知秋，你对森爷说这么大话，你不怕闪了舌头？通知夏国国主，1分钟之内，南省坐山虎任承森南省除名，逾期未果，国主出兵。是律师。夏国国主何在？在。帝师有令，1分钟内，南省坐山虎任承森南省逾期未果，国主除名。是。就凭你，哎，1分钟把我坐山虎任承森除名，天大的笑话！疯了！叶知秋，你真是疯了！早就听闻苏城主的老公是海城第一废物，今日一见，这不仅是废物，还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疯子啊！森爷是我们南省的龙首，让他在南省出名，这小子是不是脑子进水呢？
还有30秒，我就给你30秒，倒要看看谁敢把我任成森在南省除名。还有15秒，还真能装啊！看在为我们苏总多年洗衣做饭的份上，我建议你不如趁这个时间多留点遗言呢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嫁给了你这么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废人，让我屡次蒙羞。哟，瞧瞧，1分钟到了，小子，除名我的人在哪呢？我怎么没看见呢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圣旨到。圣旨真好，谁又来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南省座山虎任成森还不过来跪下接旨？奉天承运，国主诏曰：南省座山虎任成森有眼无珠，以下犯上，就地革职，钦此。难不成那小子真是名不见经传的大人物？他不过就是海城第一废物，怎么可能一个电话就招来圣旨？是巧合，但他念成了天。哦，任成森还不跪谢圣恩？任成森，谢国主隆恩。看你那惊慌失措、没出息的样子，起来吧，不过是革职而已，算不得什么大事儿啊。大人，这个在上京，我与你大哥也算是故交，虽不知你是如何冒犯了国主，但你大哥在上京深得国主的恩宠，假以时日，待国主气消，我再替你美言几句，到时候相信你这南省座山虎的职位很快就会复原了，说不定还能跳出南省跃入上京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谢9000岁大人，起来吧！我就说孙爷乃是我们南省的天，这天怎么可能会塌？任家仕途放眼整个夏国，那都是顶流的存在。恭喜干爹，因祸得福，仕途更上路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任家100年底蕴，怎么可能就这么没落的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欺下瞒上、徇私舞弊！夏国国主派你前来宣旨，你却在这明目张胆的敷衍了事。他是什么人？见到咱家为何不跪？9000岁大人，他只不过是我干女儿的前夫，监狱里教书的。好大的狗胆啊！一个小小的教书匠，见到咱家居然不跪，还敢坐在高位上口出狂言！小子，你给我滚下来！让我给你下跪，你受得起吗？放！小子，知道跟谁在说话啊？这位是夏国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9天最伟大的国主的心，得罪了他，你整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他不过就只是服侍国主的一个阉人罢了，也敢自称9000岁。你敢骂我？骂你？难道我不是在澄清事实吗？还是说魏公公当年在进宫的时候少挨一刀？混账！警备何在？把这个目无尊上、口出狂言的狗东西给我拿下，就地正法！魏大人，还是要小心，这小子还是能打的，把我的属下都打伤。能打！老夫的禁卫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经过四方战神亲自调教，个个都是以1敌100。再能打，能打得过几个？
四方战神就培养出来你们这帮东西，不辨是非，助纣为虐，该打！拿下！回大人小心！这没用的废物！这废物不就是一个破教书的，怎么连令朱博闻风丧胆的禁军都奈何不了他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这么能打？这苏家队伍竟然有如此实力，之前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？实力我看是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殴打禁卫，得罪9000岁，哪一届不是掉脑袋的大罪？夏国已无他立足之地。好小子，咱家刚刚倒是小瞧你，老夫现在给你个机会，你自裁谢罪，死你一人就够。我若是不死呢？那倒是太可惜了。等老夫亲手宰了你之后，你的父母、兄弟、妻女，你所有在意的亲人和朋友，通通都得死。这禁备乃是我夏国的威严所在，你打伤他们就是死路一条。更何况你还出言不逊，得罪本总管，仅凭你一条贱命，可是不够赔的呀！敢问贵公公准备怎么处决？以大夏律帮助九族。这9000岁名臣，我们苏总刚刚已经跟这个废物离婚了，销售就在那儿。干女儿，刚才你在休书上没签字，赶紧签上，免得让这不吃死活的东西连累了你。赶紧去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当初苏老爷子对我有恩，我立下血誓要娶你为妻，助苏家周全。如今你休书已签，你我再无花，赐予苏家的一切，自然如这镜花水月，烟消。叶知秋，你少在那装神弄鬼，你已经死到临头了。你现在还在用这种下三滥的江湖手段来哄骗我们苏总，真是让人作呕呀！言尽于此，好自为之。叶知秋，念在你我之间夫妻一场，你有什么遗言，现在就可以说，只要不是太过分，我都可以满足。你怎么就这么确定我会死在这个阉人手？谢知秋，我承认之前是我小看了，忽略了你会武功这件事。可是面对9000岁大人亲自出手，你觉得你还有活下去的可能吗？小瞧我，苏如月，我现在真的特别期待，一会儿你这个眼中高不可攀的9000岁会在我面前摇尾乞怜、卑躬屈膝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追悔莫及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嫁给了你这个一事无成、满口谎言的窝囊废，白白浪费了5年青春。叶知秋，别以为你有点三脚猫功夫就可以在9000岁面前放，知不知道他可是国主身边的贴身侍卫，武功盖世，差一步就可以踏入拜神境界，与四方战神比肩。若是9000岁有这功力，恐怕已经不在四方战神以下。小子，你很幸运，老夫已经数十年没有亲手杀过人了，今天你是头一个。太久，我也好久没杀人，不过你不配死在我手里。9000岁大人，不用跟着不知死活的废话了，赶紧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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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文不灵，那就拿命来吧！对，你没事吧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
居然到了半神境界。你是半神？这怎么可能？半神，苏总，你一定很意外吧？我从一个一无是处的窝囊废，变成了你们眼中所谓的半神高手。那就这样，咱现在怎么办呀？皇神半神而已，老夫又不是没杀。有请屠龙宝剑，有请屠龙宝剑。叶知秋，下来受死！这是国主御赐的屠龙剑呀！传说此剑是用天位的陨石打造而成，小铁如你，就连半神都可以斩杀呀！人家小辈还有点眼镜儿，没错，死在这把剑下的绝世高手不计其数，可算得上是我大夏第一神兵。哎呀，只可惜这小子出身卑贱，能死在屠龙剑下，也是他莫大的荣幸。老东西，你不会真以为拿根烧火棍就能够婉转局面了？你未免也太高看。牙尖嘴利，等老夫用屠龙宝剑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的时候，希望你还笑得出来。受死！怎么可能？连屠龙剑都奈何不了他？这小子是什么怪物呀？一个半神都不到的蝼蚁，有什么勇气敢跟我出手？苏总，现在看来我还需要留意。魏忠，你身居高位，不思为国尽忠，却利用自己的身份作威作福，嚣张跋扈。屠龙剑落在你手里，真是明珠无成。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放心，他死不了。我说过，他不配死在我手。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居然有如此修为！我是什么人重要，或者说，就算我告诉你们我的身份，你们会信？没想到南省居然藏着像你这样的高手。今日老夫技不如人，但是你休想活着离开这个宴会厅！哦，敢问魏公公还有什么主牌？老夫乃是国主的心腹，整个大夏就是老夫的底牌。就算你能耐再大，不信你敢与整个大夏为敌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本上京都发出警信，召四方战神速来蓝省，诛杀给贼！启禀公公，精卫统领和四方战神此刻就在南省，为帝师筹办3日后的谢师宴，马上就能赶来。太好了，战神一到，小子，就算你3头6臂，也难逃一死。小子，听见了吗？这是天要亡你！魏公公啊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就连这四方战神都能听你的调遣。咱家刚刚就说过，你对我无礼，就是在折损整个大夏的颜面，举国击你。任凭你武功再高，在大夏国境之内，已再无你容身之所。就你区区一个阉人，也配代表大夏的面？你说这话要是传到赵天德的耳朵里，你会是什么样的想法？大胆，竟然对国主直呼其名！你是让逆天谋犯吗？天无二人，臣无二主，我就是这9国的天，又何来逆天一说？疯了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我没听错吧？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是9国的天？小子，9国的天哪，就只有一人，那就是9国国主的圣业恩师，国之帝师。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绑比帝师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位帝师？
绝无可能。谢芷秋，我看你真是疯了。九国帝师何等无奈，你我连仰望都不够资格，你竟敢冒犯他！各位，这废物恐怕是听到四方战神要来，他脑子已经被吓懵了，在这口无遮拦、胡言乱语了。小子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这句话彻底断送了你最后的生命？九千岁，这话怎么讲？四方战神素来爱财，这小子功夫不错。若是及时能在战神面前跪地求饶忏悔，说不定还能得到宽恕，投入战神麾下效力。可现如今他冒充帝师，那得罪的就不是我大夏一国，而是整整9国。放眼天下，还有谁敢保他？谢芷秋，我果然没有看错。你终究还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。苏总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在5分钟之前，你可觉得我会被这个阉人所伤？可我现在完完整整的就坐在这里，怎么反倒成为你眼中的烂泥呢？我承认你很能打，甚至实力超过了半神，可那又如何？终究不过是匹夫之勇吧。今日宴会上，你打伤禁卫军，羞辱9000岁，损坏屠龙剑，甚至冒充帝师。这一桩桩哪件不是自绝生死？说你是一滩烂泥，难道有说错吗？苏如月，苏如月，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还是一叶障目，看不清真相。就算我看错了，难道这在场所有人都是瞎子吗？你说对了，今天这场宴会，放眼望去，皆是井井之蛙。战神特使到。特使大人，您总算是来了。敢问四方战神何在？魏，你擅自动用军中紧急信号，召集四方战神，到底所谓何事？大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咱家本是奉国主之命前来宣旨，没想到在这宴会之上，竟然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叛徒。他不但打伤了咱家，还毁了国主的御赐宝剑呢。哎，不止啊！特使大人，有人冒充9国帝师，简直罪不可恕，其罪当诛呀！又是什么人？禀告特使大人，小人任尼森，您叫我小任就行。任长森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半个小时前，国主早已下令将你南省无名，还在这干什么？我这，大人，此等小事容日后再行处理。现在还请召唤出四方战神，将这个冒充帝师的逆贼擒下。特使大人，就是这小子，还请四方战神把他拿下，诛他去。四方战神确实已经悉数到场，而且就在门口，但是现在还不能让他们进来。大人，这是为何呀？因为没有我的召见，他们谁也不敢踏入半步。叶知秋，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你当四方战神是何等身份，也是你能轻易调侃？哼，还等你召见？我呸！四方战神的每一位都是大夏的绝顶高手，而你连他们都敢羞辱，简直枉为夏国国民。当真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吗？苏总，在你眼中，我今天做的哪一件事儿不是罪大滔天？可我现在却在这儿做得好好的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叶知秋，你现在还要惺惺作态到什么时候？有些事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如今四方战神就在殿外，就算你今天有通天的本事，也难逃一死。南省新晋城主苏如月，恭请四方战神进殿，诛杀逆贼叶知秋，以儆效尤。恭迎战神入殿，诛杀逆贼，以儆效尤。小子，你听见了吗？这满城喊声就是你的丧钟。
大人，4位战神拒绝进入，他们说未得授业恩师召见，不敢擅入。你说什么？既然你们请不到，那就到我了。传，学生北方战神青龙，弟子青龙；南方战神朱雀，弟子朱雀；东方战神白虎，弟子白虎；西方战神玄虎，弟子玄虎。拜见文君。我这4个不成器的学生都到了，9000岁大人，快下令让他们诛杀我这个逆贼吧！这废物是4方战神的授业恩师，搞错了，一定是搞错了，搞错了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上面那个人就是我们海城的废物，出了名的窝囊废。混账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竟然辱骂我们的授业恩师！再敢对恩师出言不逊，本将军割了你的舌头！他什么时候成了4方战神的授业恩师了？老奴不知4位战神一起降临，有失远迎，失礼呀！哟，这就是9000岁了。哎呀，战神大人，老奴可当不起您一声9000岁了。老奴只不过是国主身旁的一个奴才罢了。话说，你不在国主身边伺候，怎么会跑来海城，出现在一个小小的城主册封宴席？回战神，老奴奉国主之命前来宣旨，将南省镇山虎任成森除名。南城坐山虎任成森是谁呀？怎么听都没听过呀？玄武大人，小的就是任成森。既已被国主除名，为何还在这儿站着？战神大人，此子虽被除名，但以老奴之见，定是国主一时之地。这任成森的兄长任百川近来可是深得国主恩宠啊！任百川？哦，对，我大哥就是摄政王任百川。所以这就是你被国主除名之后无视法度，依旧站着不跪的理由？我不敢，我不敢。不知恩师召我4人入内，有何教诲？既然你们4个都到了，那就在9000岁大人面前站好，伏法认罪吧。不知恩师这是何意？9000岁大人调动军部令箭，把你们4个召来，就是为了让你们诛杀我这个逆贼，以及我的酒徒。你们4个既然是我的学生，自然在酒徒之内。快随同恩师一起认罪伏法吧！什么？恩师对我们恩重如山，你要诛我们恩师9族？魏公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今日我4方战神就站在这儿，我看谁敢诛我们！误会呀！老奴怎敢诛4位战神呢？这都是误会呀！原来是误会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这也是误会，不小心把你武功给废了。九爷，以你的罪行，死不足惜。看在你伺候赵天德多年的份上，饶你一条狗命。如有下次，绝不轻人。恩师还是太仁慈了，换作是我，非要把这阉狗满门抄斩不可。忘记我之前怎么教育你的？要以德服人。恩师教诲，弟子谨记。你就是一直要休掉我恩师的人。好了，不必解释。苏家长女苏如玉有眼无珠，趋炎附势，不配担当城主之职。即日起除名。今天是我侧父一步登天的日子。
苏总，怎么会这样？苏如月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？离开了我，你们苏家所拥有的一切，就犹如镜花水月，终究是一场。恩师，跟这群有眼不识真龙的蝼蚁待在一块，有辱您的身份。弟子已包下状元楼设下宴席，还请师尊赏脸一下。也好，看到眼前这些人，确实让我有点倒胃口。我们走。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我几十年的修为都被废了，你说我有事没事？这事儿有些奇怪呀。哎，你说他就是一个监狱里面的臭教书的，这怎么突然间成了四方战神的启蒙老师了？难道他真的是九国帝师？绝无可能！陛下曾亲口对我说过，帝师一直镇守在传说中的极寒北域，从未离开半步。他怎么会出现在海上？那你说这四方战神为什么对那小子毕恭毕敬的，一口一个恩师？我明白了。你们可知这四方战神在没有参军为国效力之前是什么人吗？属下不知呀。多年前，他们四人都是雄踞一方的霸主，被称作为四方杀神。后来，他们被帝师所擒，丢入了北海监狱，改过自新。那叶知秋不就是在监狱里给劳改犯当老师吗？一定是趁那会儿结识了四方战神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明白了，原来那小子是借着四方战神的威名狐假虎威呀！九千岁，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呀！只是四方战神素来尊师重道，叶知秋现在仗着有靠山撑腰，只怕轻易动弹。靠山再大，打得过九国国主，打得过帝师吗？那是什么？这是登天宴的邀请函呀！登天宴，好霸气的名字呀！孤陋寡闻了吧？这登天宴呀，据说是九位国主为了答谢帝师的教诲之恩所举办的一场滔天盛宴，邀请之人都是我夏国的顶级达官显贵。不错，3天后便是九国国主为帝师举办的谢师宴，届时帝师必将亲临，有了这邀请函，便有了接触帝师的机会。哈哈哈哈哈！到时候我们把叶知秋假冒帝师一事公之于众，那就算是有9个脑袋不够看，哪怕是四方战神办不了他。姓叶的小子自然是必死无疑。在此之前呢，我还有一桩喜事要送给苏小姐。九星的大人说笑了，我刚刚被剥夺海城城主一职，哪来的喜事？搞什么懂，不懂规矩。果然是国色天香。今天咱家就给你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。哦，哎，大人快说，我跟女儿有什么机会可以一步登天呢？咱家在来之前，国主曾经吩咐
让我在民间寻找一位绝色美女，献与帝师，以表谢意。我观苏小姐无论相貌、身材、气质，都属绝品。您的意思是，你的该女儿有望成为帝师的女人？没错，你说这算不算得一飞冲天？如月，大人的话你也听到了，做帝师的女人是你的荣幸，回去洗漱干净，做好准备。干爹，你这是要把我当做礼物送人？怎么，做帝师的女人，哪怕是世界委屈了你不成？忘了今天的委屈了？不，干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行了，退三阻四，老夫能给你一个侍奉帝师的机会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若是不要，莫待上京城，你不缺约一个姿色的女子。要是苏总觉得委屈的话，孙爷大人，你们看看我，我能行吗？大人，我们李家在海城也算是名门望族，而我呢，在海城也算是有名的才女。大人，你给我一个机会。大人，我可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呢。哎呀，大人，我可是吹拉弹唱功夫一流。放肆！一群庸脂俗粉，你们把帝师当成饥不择食的嫖客了吧？都给我退下！老夫只问你一句话，你可是清白之身？回大人，虽然与叶知秋结婚5年，自始至终没有让他碰过我分毫。好，好，好！真是天助我也！哎呀，苏总，那可是天大的喜事，那可是帝师，9国之中全是最顶天的存在，多少人想要服侍都没有机会呢。就是，你能得到帝师的恩宠，别说是这区区的海城城主，就是南省座山虎的位置，爹也可以拱手相让。好了，咱家就先走一步，回京向国主汇报情况。大人放心，3日之内，我必将我的该女儿梳洗干净，送到帝师府中。恭送千岁大人，恭送千岁大人。叶知秋，有四方战神为你撑腰，我承认是我看错了，但今日休妻之耻，3天之后我苏如月定得加倍奉还。帝师，我在登天宴上看到夫人的名字，她这是准备把自己当做礼物送给你，当做惊喜吗？他不是想送给我叶知秋，他是想送给权贵罢了。我和他已经离婚了。真离了？那我要不要把苏小姐的名字从礼单上划掉？他既然这么想把自己送给帝师，那我为什么不成全他？属下明白了。你先回去，我想一个人下车走。公主，这就是主车让您嫁的那个人，叫叶知秋，刚和前妻离婚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叶知秋，名字还挺长得嘛，倒也干干净净。不过这职业竟然是一名普通的教师，父王到底什么意思？他应该是在刻意隐瞒身份。刚才他大闹城主册封宴，甚至号召四方战神为他撑腰，连魏忠都吃了大亏。不错，我喜欢有神秘感的男人。你看，还让我提醒您，这次要嫁给叶知秋的还有另外8国的公主，您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我燕无双可不是那些胭脂俗粉，放心吧，我看上的男人绝对跑不掉。李秘书，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，都准备好了。
依您的要求，定制了全海城最高贵的紫砂。今天我就要把自己当做礼物，献给帝师。哎呀，帝师是9国权力之巅的存在，也不知我这身装扮会不会被他嫌弃。这种瞎说什么呀？我要是帝师，我看上你第一眼就会比你离上。就是啊，管他什么帝师不帝师的呀，只要是个男人，就没有不喜欢我女儿的。哎，当年也不知老爷子发什么疯，非要指婚，让咱们闺女啊被那个废物整整耽误了5年啊！我并没有便宜他，这5年来他会动我分毫，我至今仍是清白之身。好呀，到时候咱们闺女肯定能得到帝师的独宠，到时候咱们苏家一飞冲天，可指日可待呀！叶知秋，你废了我城主之位又如何？我只会爬得更高。苏如月想得到的东西，从来没有人可以阻止。哟，这不是我的前姐夫吗？苏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听说我姐终于和你这个废物离婚了，我高兴的一夜睡不着，连夜从省外赶回来，就为了看看你这狼狈样。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我姐刚和你离婚，你就找了这么个女人，你把我苏家放在眼里了吗？放肆！扎手！没想到啊，你找的这娘们身手还挺好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苏家养了你5年，你但凡有点良知，就应该守身3年，以示忠贞，而不是这么快就另觅新欢，让我姐蒙羞，让苏家蒙羞。很遗憾，是我休了你姐，以示忠贞的也应该是她。你刚才我好像听这人说他休了苏城主。苏城主可是帝师之内的海城城主，担任权势，一般生父都无法与之匹。这小子看着眼生啊，我怎可能休苏城？这小子应该是在说大话。叶知秋，我早就听李秘书说过，你是一个一派胡言的神经病。今日一看，果然如此。我苏家可是海城顶流氏族，而我姐更是夏国唯一的女城主，你抱她大腿都来不及，还敢休妻？非常遗憾，你说的这些都已经是历史。你什么意思？很多事情你还是去问苏如月。我们走。这年轻人说的好像是对的。传言3天前海城城主册封宴上，城主当场被休，甚至惹来4方战神，接连除名了南省座山府任承森和苏城主2人。这事儿我也听说了，据说当时上京前来的9000岁也在现场，并且亲自下令封锁了消息。是有这么回事儿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姐怎么可能会出名？怎么可能会被这废物给休了？一定是这个废物在造谣！回来！再敢不进！海城苏氏苏如月到。这就是海城苏氏苏如月，好美！不愧是南省第一才女，这气质简直如同仙女下凡呐！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姐，从那个废物趁主不在，大放厥词，说什么他把你休了。没错，3天前他大闹我的册封宴，并提笔写休书，把我休。什么？城主册封宴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竟公然休了我姐？知秋，你未免也太忘恩负义了吧！我忘恩负义，那你怎么不问问我在休你姐之前，她是怎么对我？叶知秋，你能结识4方战神，我承认是我看错你，但我当时可是海城新晋城主，一举一动代表都是海城的颜面。你让我在册封宴上蒙羞，那就是让整个海城蒙羞。而我让你蒙羞，也仅仅只是让你一人蒙羞而已。苏总好像已经忘了，你已经不是海城城主。
他还不是被你害的？休书已签，我与苏家恩怨两清，我赠与苏家的东西，自然理应收回。你的意思，我海城城主之位也是你赐予的？若不是我暗中相助，海城城主之位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无德、无品、无能的女人来做？我无德无品无能？叶知秋，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说什么？我的城主之位是由我干爹南省座山虎任承森亲自册封，与你有什么干系？愚昧无知！海城属于帝师封地，海城城主属于帝师管辖。区区一个座山虎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染指？你又是谁？我是谁？你还不配知道。苏总，我看这个人就是叶知秋圈养的小三，什么海城由帝师之下，肯定是在胡说八道。就是，咱们干爹可是南省座山虎，整个南省都归他管辖。海城什么时候成帝师封地了？简直一派胡言！说的没错，南省海城的确是帝师封地，由帝师之下。恭喜9千岁！哎呀，各位都是夏国的达官显贵、富商豪绅，切莫客气，咱家不过是国主的一个奴才罢了。这9000岁的称谓嘛，可是担不起啊。9000岁什么时候这么随和了？这还是权倾朝野的9000岁吗？魏忠，3日不见，觉悟见长。叶知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直呼9000岁的名字！你好大的胆！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觉悟，魏征的觉悟，国主可见，帝师可见。倒是你，仗着有4大战神为你撑腰，并敢在登天宴上大放厥词。敢问魏公公，我哪一句话大放厥词了？海城乃是帝师的封地，城主也只有帝师可以定夺。听你刚才这话里的意思，难不成你就是9国之尊？你就是国之帝师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冒充帝师！警卫的，赶紧把这个逆徒拿下！我看谁敢！你是他的帮凶！帮凶？魏忠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是谁？这是禁资令。禁资令是禁卫统领随身携带的令牌呀，持禁资令足以号动10万禁军啊！那个人，难不成他是？你是禁卫统领？禁卫，你不是奉命一直守在帝师身边吗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魏公公向来心思缜密，你不妨大胆一猜。难道你真的是帝师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会是帝师呢？假的！你这令牌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，拿来吧！这不可能的，我是帝师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借着4大战神的名号，不惜花了重金借来了禁资令。他是你请来的演员，一定是。对，肯定是。我就说他怎么可能会是帝师？以他和4大战神的关系，借一块令牌在厚颜无耻的哀求祭祀，肯定呢也是能借他。4方战神念及施恩旧情，对你百般敬重，而你这样坑害他们，想后果吗？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们却宁愿相信编造出来的谎言，真是可悲。我说的有错吗？我们在一起同居5年，你什么身份？难道我不清楚吗？是帝师？可能吗？无所谓，反正一会儿自会真相大白。好一个轻飘飘的无所谓！你以为这轻飘飘的3个字就可以假冒我的未婚夫，而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吗？我假冒你的未婚夫？这次登天宴就是我要将自己作为礼物献给帝师，成为他的女人。你假冒帝师，自然就是假冒我的未婚夫。你怎么确认你口中的帝师会看得上
就凭她是我任百川的干女儿。王爷吉祥，干爹，干爹，这是摄政王任百川。任百川可是任承嗣的亲大哥，他能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4登天宴，恐怕目的不简单。刚才摄政王说夏国公主，咱们夏国国土膝下无女，哪来的宫女啊？好歹是我的干女儿，登天宴面见帝师，穿得这么寒酸。皇上可是请海城最顶级的设计师亲自定制的，价值100万，这么穿不妥吗？当然不妥，以你的身份，怎么能穿得如此俗气？俗气！摄政王，你不在上京替国主处理政务，来登天宴做什么？本王今天前来是为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奉国主之命前来册封，海城苏氏苏如月前来听旨。海城苏氏苏如月听旨。承天地之安，诚实禀命，亲奉圣母皇太后命，以尔苏氏柔嘉淑顺，端庄惠和，何以英姿崇教，特生为义女，封尔公主，悉之金册，永为藩平。谢父王。来人，为公主更衣。参见如月公主。都起来吧。见如月公主。不错不错，这才是我任家的人该有的气质。我看现在谁还敢说我任承森的女儿配不上帝师？就算是凤冠霞帔又如何？我想帝师肯定还是看不出。放肆！是个什么东西？也敢私自揣摩帝师的心意？大哥，这小子不过是海城监狱里面一个小小的教书的，刚才还冒充帝师了。帝师你也敢冒充？你有几个脑袋够砍？来人呐！把这个目无尊上、欺世瞒下的小人给我拖出去领事。放肆！看你们谁敢！警卫，你不说话，本王还忘记了今天来的第2件事。他真的是禁卫军统领精卫？何事啊？禁卫统领精卫不遵王法，擅离职守，即刻起撤销职位，押回上京问罪。不遵王法，擅离职守，摄政王，你这莫须有的罪名未免也太离谱了。早在100日之前，国主亲自下令，让你侍奉在帝师左右，片刻已。可如今你却和这个教书匠厮混在一起，不是擅离职守，又是什么？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我可是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帝师半步。难道你要告诉本王，他帝师吗？我说了，这个登天宴是为我而设，我不是帝师，谁是？笑话！帝师乃是9国至尊，身份尊贵无比，怎么可能是你这样一个整日与囚犯在一起的奸佞小人？你不信？哈哈，你以为本王是傻子吗？我是看你挺傻。混账！死到临头了还口出狂言！来人呐，这个冒充帝师的逆贼一并拿下，就地处决。禁字令在此，见禁字令，如国主亲临，我看你们谁敢！喂，你是疯了吗？你竟敢动用禁字令来保一个冒充帝师的逆贼，是要和我为敌吗？今天你们谁敢动叶知秋，就先从我精微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摄政王，这2人都是半神境的高手，在场这些禁卫怕是挡不住啊！哈哈，警卫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本王就成全于你，让9国国主来裁定你的罪行。登天宴这就要开始，国主们看见你这个冒牌货，等着灭九族吧！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，看到时候究竟谁会被灭九族。
全体禁卫听令，把守所有路口。在国主尚未驾临之前，擅自外出者，格杀勿论。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为了在我面前找回自己所谓男人的尊严，把命搭进去，值吗？为了你把命搭进去，苏如月，以你现在的身份，你觉得自己够资格？资格？我可是摄政王任百川的干女儿，国主亲自册封的如月公主。就算你废了我海城城主之位，那又如何？你我之间的差距不会越来越小，只会越来越大的让你抬头仰望我，都不是资格。你信不信？我能废了你的城主，也照样能废了你的公主。九国公主正在路口，距离集市击鼓还有不到1分钟。击鼓开宴。混账！九国国主尚未到，轮到你宣布开宴了。现在我可有资格宣布开宴了吗？九国帝师的位置你都敢坐？叶知秋，你竟敢亵渎帝师的宝座，你还不赶快滚下来！估计是和苏董离婚后，知道以后的生活不能白吃白喝，气太大，神经。击鼓开宴。传帝师口令，击鼓开宴，迎宾贺礼。你说击鼓就击鼓，拿个破牌子吓唬什么？跪迎九国国主。九国国主真的来了？那哥，那咱们跪不跪啊？跪，咱们跪九国国主。你赶紧跪呀！那什么你？恭迎九国国主！贺礼！夏国国主赵天德学业有成，特来谢师。一朝暮春雨，一世谢师恩。贺礼夏国传世珍宝玲珑宝塔一座。国主叫他帝师，他真的是九国帝师。一朝暮春雨，一世谢师恩。我们8国国主所拥有的都乃帝师所赐。经商议，帝师既未婚，我等愿意把自己最美的女儿献给帝师，永结同心。愿与帝师永结同心。比起各位国主的贺礼，我更感兴趣的是苏公主给我准备的礼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在贺礼单上，苏公主可是把自己当做礼物送给，对吗？你真是帝师？当然，你也可以认为他们9位国主是我花钱请来的演员。所以你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，就是在等这一刻吗？有吗？我在最早就告诉过你真相，可你信过半个字。你明明就是9国帝师，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9国民的面羞辱我？想看我笑话吗？笑话你？我有这么无聊吗？礼物清单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我只不过是找你要你给我准备的礼物，仅此而已。没错，我的礼物就是我自己。你现在要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。够了，我心领了，苏公主的礼收回去。以前的都是误会，我以为你是我是只会洗衣做饭吃软饭的废物，对吗？我都是误会。误会？对，所以我们……你后悔了，对吗？想复婚，对吗？你以后会休我了吗？我后悔没有早点看清楚，你是一个薄情寡义、见利忘义、贪慕虚荣、尖酸刻薄的女人。叶知秋，我承认，在我不知道你真实身份之前，我是对你多有冒犯。但是你放眼整个9国，除了我苏如月，还有谁
配得上你帝师的身份。苏如月，你可真够自信的。叶知秋，不，姐夫，我姐她说的没错啊。你看我姐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而且还是一国的公主，百亿总裁，可以称得上是天之娇女了吧？对呀，知秋，你在苏家待了5年，你的辛苦付出，我这做干爹的有所耳闻。我这干女儿天之骄子，你是人中龙凤，你们是妥妥的天地良缘嘛。是啊，姐夫姐，你们俩就别闹了啊，复婚吧，好不好？叶知秋，你放眼整个9国，找得出第2个能与我苏如月相媲美的女人吗？除了与我复婚，找得出能与你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吗？当然有。仙女，一群仙女，这是仙女下凡了吗？不是仙女，这是各国最尊贵的公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，除大夏国为公主以外，9国其他8国的公主皆都到了。我百越国公主燕无双，曾替父从军，征战8方。其母木兰曾为百越国打下如今的诺坦国土。我身上流的每一滴血，都是百越国王室最为正统的血脉。我比你强否？百越国公主燕无双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如若帝师不弃，我愿拾金为媒，余生为聘，以汝之名，冠我之姓，始于初见，止于终老。我的乖女儿，你可算来了。父皇的命令，女儿不敢不从。我等8国公主奉家父之命前来求亲，若有幸被帝师看上，我等可就地裸婚，与帝师百年交好。愿与帝师百年交好。我让你给帝师找的人呢？那不是在那儿站着呢吗？让你找的是才女，你就给我找个她。废物东西，这个傲慢无礼、庸俗至极、毫无礼貌的乡野村夫，你也敢找？你是想让我死是吗？国主息怒，国主息怒啊！人走，帽子留下，滚！国主，再给老公个机会啊！国主，还不快滚！是嫌连脑袋也留在这儿吗？苏公主，现在你可知你我的地位之差是如何的如同鸿沟，不可逾越？帝师，我之前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给你机会？这5年我给你苏家的机会还少吗？我一直暗中帮衬，助你们苏家进入百城顶流世家，可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你们苏家对我整整5年的羞辱，是你苏如月对我一纸休书。叶知秋，你当真不念一点旧情？好女婿，哎，你瞧瞧，你是9国帝师，你这身份何等的尊贵呀！哎，你看你怎么不早给我们说呢？你看现在闹的，这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，这不是闹笑话吗？哎，你说咱家这事儿。你说咱家这事儿，在外人面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嘛。哎，有啥话咱回苏家说啊。外人在座的哪个不是家世显赫，身居要位？任苏两家只不过是小城家族，区区100亿身家，居然有脸说他们是外人？帝师说的对，你们任苏两家除了会攀龙附凤，还会什么？这苏家的实力虽然不怎么样，可这排序6比、乱认干爹、乱认亲戚的手段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！若被看在你们苏家曾是帝师亲家，以你们的地位，连和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帝师的话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你们一家还厚颜无耻的赖在这里干嘛？
还不赶紧给我滚蛋！姐，这太丢人了，我还是走吧。叶知秋，再问你一次，你们之间是不是再无任何瓜葛了？在你一次次用恶毒质疑的语言羞辱我的时候，那仅剩的一丝丝感情早就烟消云散，你我之间再无瓜葛。我说过，我允许你再婚再嫁。允许我再婚再嫁？叶知秋，除了你，还有谁配得上我？配得上我苏如月？你神气什么？我们走就走。姐，你忘了，咱们还有干爹呢。干爹可是摄政王，有他在，我们迟早会东山再起的。混账东西，臭干嘛？你不说我差点忘了。即日，南省任家下国除兵，9国之内不得收留。是，律师。南省任家下国除名，9国之内不得收留。全完了。姐夫，你这是不给我们苏家留活路呀！叶知秋，你未免也太狠心了，是要把我们苏家赶尽杀绝吗？我赶尽杀绝？我动你们苏家一分一毫了吗？如果你们及时醒悟，凭着你们苏家100亿底蕴，还有机会翻身。如果再冥顽不灵，你们苏家自然会走向没落。完了！苏家的天要塌了！我不活了！放肆！冬天宴会岂容你说死就死？姐，他不给我们留活路呀！这是。叶知秋，我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我之间是否再无瓜葛？我说过的话，不想再重复第二遍。感谢姐姐将这么好的男人拱手相让，给妹妹我们机会。走。苏家完了。季氏，您对我的女儿可还满意啊？好了，各位国主的心意我领了，但今日的宴会到此结束，散会。叶季氏想和我闺女互换个联系方式，快上去，要给帝师要个联系方式。唉，可惜了，这么好的机会。来日方长，只要帝师未婚，我等的姑娘就都有机会。不愧是神秘的9国帝师啊，见一面可真不容易。没办法，我得忙着躲另外的8个。身为帝师，3妻4妾其实没什么，我不介意。连我父王都娶了5个老婆。免了，他们都是冲我帝师的身份，我可无小手。那我呢？二少爷，我可算找到您了，你快给我回上京，叶家出事了。不，我早就不是叶家人，叶家出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二少爷，我知道您心里有气，可老爷不行了，大少爷又准备公然夺权，家里已经乱成一团麻，你快给我回去吧，主持公道。病了就去求医，找我干什么？老爷已经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，二少爷您就这么忍心？10年前他把我逐出叶家，让我在路边与野狗抢食的时候，他可心软。可他毕竟是您爷爷，即使做错了事，那也是血浓于水的亲情。血浓于水。爷爷，真的不是我摔坏的全家衣服，真的不是我。雷少爷，你从上京叶家族谱中除名返回北京10年。爷爷，北京那么冷，我会被冻死的。冻死？我叶家的子孙是不会被冻死的。福伯，你还是回去吧。二少爷，您若是不回去，老奴就跪死在这儿。那可是你亲爷爷，你确定不回去看看吗？回也可以。真的吗？我是为了争夺叶家族长，
不为情。只要你能回去叶家族长之位，非你莫属。我现在就回去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叶老爷。帝师，叶家人还不知道你的身份。10年前，他们把我逐出叶家，让我沦落北境，与野兽厮杀了10年。我练就了一身本领，机缘巧合成为了帝师。这些事情，他们又如何执行？那我跟你一起回去。我是回去争族长之位，你跟我去干嘛？既然你不肯暴露身份，那我可以帮你。比如帮你医治病。你会医术？本公主可不是只会上山下地，我是百越国第一神医魏无涯的关门弟子。好，那你就跟我一起回上京。公子书生，您身为百越国第一用毒高手，如果让人暴毙却不留下任何痕迹，这事对于您来说应该不是问题吧？公子放心啊。这银针啊，上面涂的乃是七星海棠铁之奇土，无色无味，将其注入人体中，就算是神探在世也无从可查。好，事成之后，本公子重重有赏。来，入手吧。住手！叶化龙，爷爷对你如此厚爱，你竟然要毒害我，你的良心被可吃了吗？叶知秋，你不是在海城当赘婿吗？你怎么回来了你？你一个小野种，你少血口喷人的啊！是不是看爷爷快不行了，想要图谋不轨啊？你乖孙儿，哎，这是怎么了啊？吵吵嚷嚷的啊！爷爷，我好心请来神医给您治病，结果一进门就看到叶知秋，我想要毒害您。是你不是早就跟我叶家一刀两断了吗？怎么还回来干什么？若不是福伯跪求我才懒得来这。行了，你别装了，我看你就是看爷爷不行了，想要回来分家产了。叶家这么点产业，我可没放过你。哟，二弟，这几年不见吹牛的本事倒是见着，谁不知道啊？我们叶家现在是上京第一豪门家族，那放眼整个大夏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。如果说你不是觊觎我们家族的财产，谁信呢？老爷子，我刚刚检查过，这个银针上涂的乃是天下第一奇土七星海棠。这个针呀，就是他带进来。你个野畜！你是在记恨我当年把你逐出叶家家门，居然现在还带了一个外人来谋害我！叶老爷，我看你是老糊涂。知秋若想要杀你，轻而易举，岂会用下毒这种下三滥？哪里来的野女人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给我滚出去！她是我的未婚妻，自然有资格站在这里。二弟，未婚妻，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？你好好的海城的赘婿你不当，还敢在外面勾搭别的女人啊？苏如月已经被我给休了。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！苏家在海城好歹也是个名门望族，你能做苏家的赘婿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你居然还敢休人家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区区海城苏家，哪里配得上你这一场？混蛋！我在教训我的孙子，你哪有你插嘴的道理？我说这个姑娘，你千万别被叶知秋给骗了。10年前就被我们赶出叶家，如今她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废物，你跟着她干什么呀？那又如何？只要她愿意吃这，心甘情愿给她一辈子。哎，谢了，还是赶紧让闲杂人等都出去吧，以免耽误了本神医给老爷子治病。神医，此人乃百越国有名的夺命书生，死在他手里的龙骨者不下100，让他给你医治。叶老爷子，你可真会说。这是一派胡言！百越国离这里万里之遥，夺命书生怎么可能千里迢迢到上京来呢？哪来的疯女人，在这诬陷我之意，耽误了我给老爷子治病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我乃百越国长公主，你的通缉令就写在王氏秘册，岂能认错？林知秋，你还真是用心良苦，为了欺骗爷爷，你居然找了个女人冒充百越公主。她要是百越公主，那老子就是国母。百神啊！快把这2个神经病给我轰出去！颠倒黑白，有眼无珠。
10年了，你还是一点没变。我们走。你混蛋！麻烦是烈，别让我瞧瞧，你重视身子骨，越来越软。来，好好吃，我待会儿买单。老爷子，放心，我这针扎下去，保证您再不是我干。在百越国毒杀百余人命的毒秘书生已秘密潜入至夏国上京。这是夺命书生，老东西，现在才知道，晚了！啊！救命啊！混账东西！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？不是你让我动手的吗？竟然毒害我爷爷！你找死！好一个杀人灭口，这下死无对证。二弟，我不知道你这次回来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是我警告你，爷爷已经死了，我就是下一任的叶家家主，我劝你立刻滚出上京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我要是不走呢？那就连你的小命一起留下吧。谁说爷爷死了？七星海棠乃是天下第一奇毒，无人能救，死亡率100%。这么说，你是承认亲手杀了爷爷？没错，承认了，爷爷就是我杀的，没关系了，爷爷已经死了，承认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能奈我何？都录下来。放心，一个字都没有。你们敢阴我！10年前明明是你摔碎了玉佛，你却嫁祸给了我，害我被逐出了叶家。面对你这样的卑鄙小人，我自然得留点情。有证据又能怎么样呢？你们觉着你们能活着走出这个房间吗？来人，动手吧，别让我再看见他。我说，像这种败类就由叶家的族规去处置，先解毒要紧。解毒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这天下第一奇毒，你们能到底是怎么解的？可曾听说过百越国第一神医魏无涯？他讲究阎王有。你休想吓我！魏无涯虽然有起死回生之术，但他身份尊贵，就连当下的国主都不能轻易把他请过来。你说你能把他叫过来给这老头子治病？可笑！这点小事儿还不用麻烦我师傅，有我就够了。师傅，你是魏无涯的弟子？绝对不可能！说，到底是谁？之前就告诉过你，她是百越国长公主暴君的女儿。你是谁呀？你只不过是我们叶家提出的一个赘婿，你怎么可能认识百越长公主这样的大人物？不就是一国公主？前几天可是有9国公主拿着婚约都要嫁给我，我可一个都没看上，一个也没看上，也包括我。口误，你是例外。二弟啊，咱们多久没见了？你这编谎话的能力是越来越强，还9国公主倒追你，你差点把老爷子给笑死。是真是假？一会儿老爷子醒就知道了。行了，你少在这给我唱双簧了。你不是能救吗？啊，那你救啊！你现在就救！无双，先把人弄醒，先不要解决，我还有事儿要做。救你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。说，立即退位，立我为叶家新一代家主。这是在威胁我。好言相劝你不听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我现在身上还流着叶家的血，我不愿意看到叶家被某些小人带入万劫不复之中。叶老头，你可要小心，七星海棠的毒，再过几分钟就要深入五脏六腑。到时候就是我师傅来了，也救不了。
叶志强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爷爷都危在旦夕了，你还想着竞争这族长之位？你再侮辱叶少，信不信你割了你的舌头？叶少，我还想再加一条，将叶化龙一族从叶家族剔除，剥夺身份。可以，他们当年就是这么对我。你做梦！你有什么资格？我是叶家嫡系长孙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把我剔除就剔除呢？啊？怎么选？看他，我们叶家有如今的地位，也是从刀山火海中杀将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叶家崇尚强者，历任家族族长之位也都是公平竞争所得，所以你的2个条件我不能答应。若是叶氏大房毒害族长，证据确凿，又当如？你放屁！因为你才是毒害爷的凶手，你赖我干什么呀你？可有证据？人都已经死了，我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没错，老头子就是我杀的，你能奈我何呀？叶老头，这个证据够吗？华龙，是你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不住你，实在是我忍心看您这么痛苦，所以才让神医保佑您早日解脱。老总，你要杀爷爷？我是故意的，爷爷。爷爷，你想想，这么多年你一直病倒在床上，是我在一直照顾你。如果回来想动手，我早就动手了，我何必等到现在呢？是他毒杀了弟弟的助手，明明可以救您，但是他故意拖延时间，他见死不救啊！什么货色！我早就知道，否则当年我也不会把他逐出家门。叶老头，这么拙劣的谎言你都相信？刚刚可是我把你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这是我家族自己内部的事，如何处理我自有分寸。到你一个外人插嘴。我说，我这个好爷爷一向偏心，不用跟他多费口。你不用说这些，老弟，你要是真有孝心，好啊，那你现在立刻找这个女人，把爷爷体内的毒给解出来。你要是能解出来，就给你一个公平竞争族长的机会，怎么样？我若是不从呢？那你就是杀害爷爷的真正凶手。到时候我就昭告整个叶家乃至上京，到时候让你再打下国内，再无容身之所。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可憎的背刺。你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说话？谁？他呀，不能有什么身份啊，他只不过就是我们叶家一个剔除的赘婿。本少爷能给的机会，就是在抬举他，明白吗？武装，不用跟他废话，先救人要紧。爷爷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舒服多了。好像全好了。好，七星海棠的毒已经全部清除，顺便还治好了你肺部的顽疾，再活个几年。你咒我爷爷呢？我爷爷能活100岁，我活几年？姑娘，你这医术这么高明，跟着这么一个叶知秋，难屈才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呀，和华龙怎么样？老头子，你再敢侮辱我男人一句，信不信我一针送绝息？好人相劝你不听，那你好自为之。叶知秋，你还要和华龙继续竞争家族族长之位吗？老爷子，你这是要反悔吗？老夫我一言既出，一定是言而有信。不过你也不要怪我没提醒你啊，你和华龙本身就是2个档次的，根本不在一个层面。如果你非要和他竞争，那就是自取其辱。我和大哥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，我非常期待大哥的自不量力，那我就成全你吧。叶氏第27任家族族长竞选现在开始，
第一道题，应战。二弟，这是百越王室布局在上京的产业，跟我们叶家呢还有2个亿的烂账没有收回来。谁要是在不动用叶家任何势力的前提下，能把这个账给要回来，谁就能赢得第一局。这不是送分题吗？你去办吧。二弟，我说你们俩演戏演上瘾了是不是？真把一个个的自己当成百越长公主？是真是假重要吗？能把账要回来不就行了？二弟啊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这酒店里面呢，到处都是暴君和手下，他们杀人查验，小心有病进，没病出。这点小事儿还轮不到我男人。哼，我去搞定，等我2分钟。快去快回。做一个娇滴滴的小美人，真是可惜了。我要是你，现在就应该好好想一想，正好搬回下。二弟，我说你这个赘婿是不是当傻呀？啊，这百越王室的账要是这么好要的话，何必要拖到现在呢？搞定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2个亿的账吗？怎么还多了5000万？建了2年，难道不用算利息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就进去跟他们表明身份，然后就乖乖拿出来了。你进去跟酒店里的人说你是百越公主，他们就信了？对啊，这第一项任务完成了。走，咱们吃饭。我想向他上新的烤鸭。好。叶知秋，你指使这个女人冒充百越长公主，暴君知道了非得杀了你不行。那你去跟酒店的人举报我好了，看他们信不信你。好好，二弟，这是你送上门的把柄，就别怪大哥我无情呀。他妈吃雄鹰豹子胆啊！敢在我面前诋毁长公主，看我打死你！梁大哥，他真是冒充了，你们得相信我呀！还敢污蔑，给我接着打！知秋，如果你想接任叶家族长的位置，何不干脆亮明身份？叶老头肯定巴不得跪着求着你。10年前，我被逐出叶家，流落北境，我父母也因此英年早逝。这次我重返上京，就是要以叶氏族人的身份，而非9国帝室，堂堂正正的把我失去的一切夺回来。无论你做什么，都支持。哟，这不叶大少爷怎么一点风度都没有，在地上躺着呢？大哥，要是困了的话就回家睡，明天还有第2场考验。叶知秋，叶无双，不要得意的太早。二弟呀，真没想到你为了赢得考验，居然找了一个女人冒充百越公主，得罪了暴君。你等着吧，你看我把这件事情禀告给爷爷。暴君过几天也会来上京，你干脆去找他举报好了。哎，吃的好饱呀！刚才，知秋，我们今晚要不就在这儿开个房间睡一睡？什么？你们还敢进这酒店？凭什么不敢进？我是百越国长公主，知秋就是驸马，我们凭什么不敢进？要不你再去跟守卫举报一次？叶知秋，叶无双，你们不要得意的太早。接下来这2场考验，我赢定了！这叶家族长之位只能是我的。爷爷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。二弟居然找了那个女人，冒充百越公主，把支票给骗了，那还要暴君的手下把我打成这个样子。爷爷，你瞅瞅，这个废物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老爷子，这事可不能这么算了。那冒充公主，那可是大罪呀！万一暴君追究起来，就知道这小子一回来肯定给我惹祸。果不其然，据说暴君已被帝师感化，过几日就来上京与国主会晤。我命人替他写了一份认罪书，到时候让叶知秋签个名呈上去。应该我们叶家不会受到牵连。那接下来的考验，老夫我已经开了口，就得言而有信。这个竞争还得继续。不过叶知秋他诡计多端，再逼下去，
我怕华龙吃亏啊。考验继续进行，但考验的内容我说了算。他叶知秋不是能耐大得很吗？那就让他去，让他去谢家，把龙源山这个项目给我夺回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起晚了。你带来的那个女人呢？无双啊，她第一次来上京逛街去了。她既然不在，你把她牵来。认罪书，老爷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叶知秋啊，你还有脸问？自己闯的祸事儿自己去承担，赶紧签了字儿，别连累我们叶家。我说了，无双就是百越公主，何罪之有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信口雌黄！二弟，不是大哥说你，你想赢得家族的竞争，这没问题。但你不能坑害家族呀！当初老爷子把你逐出家族10年，你就一直怀恨在心，所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报复，对不对？我若是想报复的话，一句话就可以让叶家彻底覆灭，何须如此麻烦？老爷子，你听听，你看他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？他真想灭了我们叶家呀！叶知秋，既然你能耐那么大，那就去谢家，把谢家在龙源山的那个项目给我拿回来。谢家，上京第一匪首谢文东。没错，除了谢家，谁还有这个胆量，敢跟我们叶家抢生意？如此重任，你为什么不让大哥去办？这就是我交给你的第2项任务。如果你没这个胆，那你就自动认输。二弟啊，别说大哥没有给你表现的机会，只要你从谢家的手里把这龙源山的项目抢回来，那大哥主动放弃第3项的比拼，把这族长的位置交给你都行，怎么样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好，这是你自己说的啊，我们可没有逼你。到时候你要是输了，乖乖的退出这族长的竞争。区谢家，何须我亲自动手？我只需要一个电话，他谢文东就得老老实实的把项目转让合同给我送过来。我看你简直是疯了！谢家在上京根深蒂固，呼风唤雨，族内更是有半神的高手坐镇。你一个电话就让谢家交出项目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是国主啊！啊，对了，再加一个条件啊，不准让那个女人再冒充百越公主进行行骗。还有就是不准对谢文东说你是叶家2房的少女。这哪是什么考验呀？看来你们是真想让我去死啊！怕了就认输呀！我们可没有拿刀架你脖子上逼你去。我谢家的族长向来是能者居之，正所谓成王败寇。你若想当这个族长，那你就得显示你的能力，承担相应的责任。我刚才不是答应了吗？12个时辰之内，谢家若是没把项目合同送过来，就算我输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二弟啊，那大哥就提前预祝你马到成功。大哥，你活得这么虚伪，不累？华龙啊，我看叶知秋那个废物好像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该不会他把谢家的合作项目抢到手了吧？哎呀，他一个当了几年的赘婿，只会靠女人活着的废物，能有这本事？还是不能太大意，你爸最近又没在，千万不能让那小子有翻身的机会啊！放心吧，那我再加上一道保险，保证让叶知秋这个废物啊有去无回。喂，是坤哥吗？坤哥，叶家大少爷来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。坤哥啊，在我谢家的地方，老子没让你坐，你就老老实实的站着。对，这点规矩都不懂了，即使你叶啸天的孙子也不例外。是，坤哥，我错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坤哥是这样的，我们想呢，想让你帮我们杀个人，只要事办成了，价你随便开。还有你堂叶大少爷搞不定的人，要求到我头上来，哎呀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任务，就是之前被我们叶家逐出去的败类，我们不太方便动手，所以想请坤哥帮忙。这个人呢叫叶知秋。给我个理由，我为什么要帮你杀人？这个叶知秋，
跟我谢家求生，可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？是啊，这谁说不是呢？这小子这次回来，他跟我们老爷子说要帮叶家抢回龙岩山的项目。龙岩山项目是您的呀，所以说我们家老爷子呢，怕跟谢家撕破脸皮，这才让我过来跟坤哥商量一下对策。商量个屁！他只要敢踏入谢家的地盘，老子保证让他有来无回。没错啊，哥哥，那个，弟弟呢有一些心意，不成敬意，您还请收下，我就在家等您的好消息，您看如何？还是叶大少爷识相，别看你叶家自称上军第一好汉，在谢爷的面前，屁都不是啊！那是。兄弟人，接着喝。喂，放心吧，叶大少，既然收了你的钱，只要叶知秋敢现身，老子保证让他顺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瞎了你的狗眼！知道这谁的包厢？还不赶紧滚出去！这81年的拉派子比马尿还。小子，你什么来？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刚才那通电话里面提到的要杀的人，好像就是你叫叶知秋，如假包换。好小子，老子还以为你不敢来呢，不好意思收了1000万，没想到你还真敢自己找上门来。没办法呀，谢文东抢了我们家一个项目，我这不是过来找他商量商量，让他把项目交出来。放肆！谢爷的名字是你配之货，废了他！敢动我男人一根头发，谢家在上京即刻出名。又送上门，还是个小美妞，有点意思。我要是你，对她说话就客气。怎么，这小妞还是个大肚的，大到你无法想象，就连谢文东都惹不起的那种。放眼整个省，还没有谢坤不敢动的人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对付一个小妞，难道还让我亲自动手？我早就提醒过你，别惹。是我看走眼，没想到还是个高手。小妞，你什么来历？我的身份不配你，还挺辣，我喜欢。上京可没有这样的人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的身份你还不配本？好，这可是你自寻死路。谢爷，不管你有天大的来头，都得给我付出代价。喂，爷，我在啊，对手是个女人。大小姐，叶知秋带回来那个女人，把谢坤给打伤了。什么？这个该死的叶知秋到底从哪找来的这么个女人呢？儿子，怎么了？那个叫叶无双的，居然把谢坤打成了重伤！是谁在这里闹事儿？也就是他们。你敢废了！堂堂的半神，连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，我养你们有何用？爷，这女人是个高手，我尽力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谢家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！小子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有什么来头，限你30秒之内自断一只手臂，给我滚出去！谢家主好大的威风呀，不愧是上京第一小子，20年敢在谢家的地盘闹事，你可是吗？敢让我自断一臂的，你也
你不愿意？你小子，只要你不手臂，今日谢爷格外恩典，你还不跪下来磕头谢罪？我如果拒绝呢？你如果拒绝，除了你死之外，你所有认识的亲人、朋友，包括和你有一切来往的人，他们都慌着。老子有10000种办法，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个世。上京乃夏国国主，你们禁卫军是干什么吃的？居然允许谢文宗谢家这种黑恶势力如此嚣张！居然允许谢文宗谢家这种黑恶势力如此嚣张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你听听不就知道了。谢文东，你好大的狗胆！你是禁卫统领？算你这对耳朵没白长。小人不知禁卫统领驾到，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。谢文东，你刚才威风得很吗？连无双公主和帝师的手都敢要。你说他是帝师9国之内唯我独尊，冒犯帝师，该当何罪？帝师大人，帝师大人饶命！帝师大人，小人有眼无珠，不知驾帝师大人驾到，罪过，罪该万死。帝师大人饶命！既然是上京的势力，那就让精微去管教吧。但再有下次我发现你为非作歹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滚吧！赶紧走！你个犯人！是你害的，老子差点把命交在这里。我真不知道他是帝师。叶家那边要不要通知一声？通知个屁！叶华龙把老子害惨，让帝师找他们算账吧。走，等等！怎么了？腿软，有点走不动了。阿福，走，快！妈，怎么别晃了，晃得我头晕。你还坐得住呀？叶知秋找人打伤了谢坤，这下算是把谢家得罪了。我们现在要赶紧想办法补救呀！没那么严重吧？人是叶知秋伤的，谢家要报仇，把叶知秋交出来不就完了吗？说的轻巧，那是因为你不了解谢文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人人都知道，谢家是上京第一匪首，杀人无数。可是为什么得不到相应的制裁，反倒是势力越来越大？为什么呢？那是多年前谢文东救过国主的命，对国主有救命之恩，就连禁卫军都要给他几分面子。原来如此，那怪不得谢文东行事风格一向狠辣，凡是得罪他的人，必定是满门抄斩。这次叶知秋打伤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心腹，估计这次仇算是结大。爷爷，那咱怎么办呢？我们只有绑了叶知秋那废人，送到叶府门上主动请罪，才有可能让谢家对我们叶家帮开一面。这么热闹啊，大伙儿都在。老爷子，你交给我的第2项考验已经完成，现在是不是应该把族长之位让给我？你个该死的孽种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把我们叶家全家害惨了！动我的奶，信不信把你爪子给你剁下来？哪来的野丫头？快放手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叶知秋，你还敢回来？老爷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要出尔反尔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打伤了谢坤？这不是老爷子给我安排的考验吗？放肆！我是让你去谢家好言商量，看能不能把那个项目扔给我们。谁让你出尔反尔了？人是我伤的，他们谢家要追究起来，也轮不到你。再说了，他谢文东现在已经同意交出龙源山的开发权，你们现在就可以找去接手。叶知秋，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你啊？你打伤了谢坤，谢文东恨不得现在把你大卸8块。
还指望他把龙源山的项目给交出来？我呸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，你现在还在撒谎！来人呐，把这2个废物给我绑起来，送到谢门府上，等待发落。说来说去，还是不相信我拿到了龙源山的消息。信你啊，信你还不如相信明天的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呢。如果我真有证据呢，又当如何？证据？除了你那张破嘴之外，你能拿出什么让我信服的证据？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了。哼！这上面真的有谢文东亲自签名的项目转让书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啊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在你们眼中难于登天的事儿，对我看来就是举手之劳。不可能！我们叶家跟谢文东交涉这么久都没有成功，你怎么可能露个面就能办到？我不相信！老爷子，我也觉得不可能。那谢文东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凭什么无缘无故让步？这协议该不会是他伪造的吧？好你个叶知秋啊，你简直是胆大包天啊！你为了骗爷爷的把族长职位让给你，你就伪造谢文东的签名是不是？好你叶知秋，他居然想陷我们叶家于万劫不复之地！一群可怜的井底之蛙。现在事实就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还是愿意用你们那可笑的逻辑来否认他的存在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现在把谢文东叫过来，让他亲口跟你们解释。谢文东，我给你3分钟，立马滚来见我。叶知秋啊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装模作样啊！与其死要面子，你还不如跪过来把我的血舔干净。哎，说不定我真的可以帮你把谢文东请过来。待会儿谢文东真的过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收场。老爷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有什么话慢慢说。谢文东来了，就在门口。什么？完了完了，肯定是人家兴师问罪来了。老爷子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罪魁祸首不就在这儿吗？一会儿咱直接把他交出去啊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但愿如此。要亡我叶家，亡我叶家！谢家主到。谢家家主大驾光临，有书远迎，望您。谢爷，这小子呢就是叶知秋，那坤哥就是被他打伤的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要报仇找他就对了啊！对对对，都是这个废物一个人干的好事，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啊！对对对对，你们2个给我闭嘴！再敢多说一句，小心我割了你们的舌头！文东拜见叶少，不知叶少召见，有何吩咐？有人对这份合同存有疑问，说这合同是我伪造的，我叫你过来澄清一下。这份协议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叶少不满意，我立刻修改。谢爷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转让合同不是他伪造了您的签名吗？这怎么……放肆！叶少想要的东西，我自当双手奉上，何须伪造？叶少，这是我们谢家的承诺书，您请收下。以后，但凡叶家的项目，我们谢家自当退避三舍，绝不染指。另外，我这卡里有1个亿，算是给叶少的赔偿，作为龙源山等精神损失费，还请叶少笑纳。我不缺钱，这些钱你拿回去吧。既然已经解释清楚，你可以走了。文东告辞。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叶老头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知秋的身份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，现在总该相信了吧？老爷子，3局2胜，最后一项考验没有进行的必要了。叶知秋，
你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，让谢文东对你毕恭毕敬？我说了，你们信吗？或者说你们敢信吗？我明白了，爷爷，一定是这小子让这个女人冒充百越长公主，不然谢文东怎么会这么对她客气？好你个叶知秋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暴君已经到了上京，你居然敢在他的眼皮底下行骗，你不怕被诛九族吗？九族？你们是要跟我一起死吗？爷，趁暴君还没有兴师问罪之前，赶快把他从咱们族谱里剔除出去。阿福，把族谱拿来。老爷，这你去。是。主上，暴君还在宴会厅等着呢，您到这来干什么？你懂个屁！本王这次已经在民间搜罗了好几个绝色美女，个个都比那苏如月强。这次一定不能让暴君那小子抢先了头，帝师只能是我的女婿。叶氏第26代孙叶知秋，志大才疏，百无一用，不配为叶家族人。即日起族谱除名，生不入祠堂，死不葬宗庙，天地同鉴。好大的胆子！本王在此，我看谁敢动我的好女婿！老少，你胡说什么呢？